嗨！哎，怎么着？我说你要在这儿常住下去了啊？我把那边的租房给退了，那里1月要3块大洋，我付不起。哦，你是不是连伙食费你都省了啊？哎呀，你吃的时候啊，随便给我拨那么一点点就可以了，我不挑食的。哎，你们家祖辈有没有干过账房先生的？还真有。啊，生生不息呀，薪火相传呀，烟火续上了啊！老田啊，你知不知道我是免费给那些人做代理的？我不忍心向那些公益组织要钱，还有很多人需要他们的帮助。哦，你白吃我的，白喝我的，你就忍心了？哎，咱们现在是一个战好的战友。哎，等官司打完了，你不轰我也走。我告诉你，你打赢官司，你才能住在这儿。田探长，这上海虽好，可是我并不留恋。咱们中国不能仅仅只有一个上海，我要和一些和我一样有共同理想的人一起努力，把我们中国处处地方都建设得像上海一样繁荣美丽，成为亚洲和世界人民都向往和敬仰的地方。我对未来早就不抱幻想了，以免失望更大。一个人一个国家，怎么可以对未来没有憧憬呢？老田，我们一定要为了建立一个民主的、美好的、人民能够当家作主、人人按劳取酬、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社会而努力。如果这些美好的愿望能够实现的话，就算让我贡献出自己的生命，我也愿意。你的这番话真让我感动。哎，跟你说啊，晚饭给你弄好了，到点啊，饭店就给你弄过来。你这不是快出庭了吗？把你喂好点。太好了！哎，这个锅烧河鳗香油鳝糊油焖春笋还有酱油毛线随便来了个就行了。告诉你，打赢官司罢了，打不赢，用我的还给我，吃进去给我吐出来。请问你有事吗？我们这不对外的。我要找李秉军。我们这里没有你要找的这位李先生。我要找李秉军。怎么了？季业，让他进来，他是我同学，以后不准拦他啊。请。这些都是你的作品啊？你知道我喜欢弄这些小玩意儿，你们那时候还说我是小姑娘。你说当时我们眼力有多差？坐。来，这个是英国佬送我的印度大吉岭红茶，长在海拔2000米的地方。你尝尝，有麝香葡萄味。袁军，你们为什么要插手一个普通的刑事案件？这里面是不是另有隐情？哇，你猛地一问，我还真有点摸不清头脑。你指的是哪个案子？我们之间还用猜哑谜吗？哦，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你指的是兰香书寓的雨夜命案。对不起，恕我不能奉告，我是奉命行事。难道说大家都希望这个女孩去定罪，然后大家就都解套？那倒不是，只是希望这个案子快点审结，不要拖下去。为什么呀？这么做正说明这个案子背后有阴谋，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刑事案件，那女孩肯定有冤。季爷，案子最终的结果都是由法官断定，也许最终是皆大欢喜的。已经2条人命了，没人担责是不可能的。田大探长，难道你还要跟我说官话？你说这个案子没你想象那么差。就像民国14年那样，你死而复生。那次事情呢，确实有很多地方说不清楚。这个案件呢，具体原因呢，我无可奉告。职责所在，身不由己，希望你能理解。我们上学时的照片，我一直带着。我这刚刚调过来，希望我们常见面。
能找到读书时候的感觉，一起为国家做点事情。秉军啊，我真希望今后咱们还能像在学校时一样。一定会。有不同的人因为不同的原因，希望何静文去背黑锅，他们盼着他被冤死。站住！站住！长本事了你啊！敢揍我！你再这样，我拧断你脖子，你信不信？你今天这是怎么了？你怎么变得恶狠狠的？不是我在跟踪你，刚刚是有个疯子在跟踪你，你知道吗？啊，这么巧啊！大哥，刚刚是在你家楼下。哎，你怎么了？你在梦游是吗？哎，你今天有点不对劲啊，变得恍恍惚惚的，一点定力的样子都没有。他们的确是想要弄死他。谁？他们为什么偏让他死？为什么呢？他们要用合法的方法杀了他，不是重视他，恰恰是轻视他。他们甚至认为百姓在他们眼里就是草芥，是蚂蚁。他们认为他为他们利益举他而死，是对他的恩赐。他们这些人决定他的生死，就像平常吃饭喝水一样的习以为常。今天他随意的让他死，明天就可以随意让任何人去死。他们是谁？为什么这么残忍？真正应该死的是他们，他们应该下地狱，是魔鬼。其实你到现在还爱着他，对吗？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我道歉。难道说一个律师只是因为利益才去诉讼，才去抗辩？我这个问题是问的有点不好。只是有点不好。不是时候。你就是这么认识的？有点混蛋。有一点。很混蛋，不仅混蛋，而且无耻、卑鄙、下流。无良。行了，难道你想得出这么多词来？我是真心觉得刚刚那个问题真的问得不好，原谅我。其实我这么做是有目的的。我欠的，我要还债。其实良心啊，就是我每一个人心里面的一个账本，上面都记载着我们欠下的债。没想到你还真是深藏不露。老田，我们现在不仅仅是在救何如是一个人，我们是在救一群需要公正对待而且正在受侮辱与被迫害的人。往大了说，我们是在救这个民族、这个国家。你说这话很有点像那面的人。哪面？小心抓你乱打。我说错了吗？行了，还是说这案子吧。我觉得现在只有何如是自己能救自己。如果他不把当天晚上发生的事情说清楚，我们就只能做有罪抗辩了。我一直认为小翠花没有失踪，她是藏起来，被人控制。那咱们有什么办法能够在出庭前找到她？报馆。陈探长，咱们兄弟的交情那还说什么？别看我这报馆的规模小，但是能量大呀！哼，这大上海滩哪一个热闹的话题不是我们搞起来的？随便坐。哎呀，只有我们懒得去搞的事情，没有我们搞不起来的事情。就拿你今天来我这里来说吧，我就可以搞几篇文章探长进报馆，答非所问，似有难言之隐。你要是骂我，题目就是探长砸报馆，不知何故。你要是好好说，那题目就是探长突访报馆，笑毙话题。
反正怎么都能让观众觉得呀，这个文章中有蹊跷。你的我跟你说啊教育还是很广泛的。只要这个社会有多不要脸，我们就可以有多不要脸。你别看他把自己说的那么猥琐，待会儿就知道了。社会的镜子他是属于，自嘲型的。我们绝对可以做到最不要脸的那个。老谢啊，帮我登一个寻人启事。男的女的？死的呀，还是活的？是找失主。不要写具体的东西是什么，但是让人一看到这个东西就很贵重。明白，就是当年刘邦攻占乾阳城后，没找到皇帝的玉玺，在我这儿呢。就是这个意思，越快越好。明天见报。哎，那何儿是啊，他说什么他也不肯出来见你。这里边女警啊，劝导了半天了，就差动用手段把他给捆出来了。别伤害他。是，因为您有话在先，所以大家都对他比较客气。不过这个女人也实在是太倔了，好话歹话她都不在乎。不管怎么样，老王，你要替我多多关照这个丫头，我这儿谢谢了啊。哎呦！卖报卖报！无头尸案确定死者小翠花惨遭分尸，留下神秘遗物。卖报卖报！无头尸案确定死者小翠花惨遭分尸，留下神秘遗物。卖报卖报！卖报卖报！神探田探长拒绝透露该神秘遗物为何物，只是说现已对此进行封存啊。本报记者通过内线获知，对该物品警局专家也深感诧异，并且都讳莫如深啊，不愿多讲。但是根据相关法律，该物品必须得确认马月娥及小翠花等家属没有领取的情况之下，该遗物才可上交封存。又根据记者从警方的言谈话语当中得知，该遗物是相当的神秘啊。这是死马当活马医，没办法的办法。但是对心里有鬼的人，还是起得到震慑作用的。你说咱们这么做，他们能相信吗？我说兄弟，你说这小翠花的事儿不都完了吗？你干嘛呀？你这是？你就怕我闲着？哎，小翠花上回捡到那个遗物，老赵捡到的，他没向你汇报啊？真的假的？你别骗我了你！什么真的假的呀？咱们局里那个这出警办案扣留那些个赃款赃物事儿还少啊？老赵不至于。哎呦，老赵不至于，老赵好斗人人皆知，这是不争的事实吧？不是，那你要这么说，你拿来。那什么呀？你说老赵截留的东西在哪儿呢？你拿来我看看。案子没破了，我那留的就是证据，我能给你吗？你留着也得搁在局里留着，凭什么你保留啊？哎呦，我还搁局里，你一个大局长东西在办公室都被盗了，我还交给你。哎，对，上次你丢什么了？我忘问你了，贵重物。没什么。你看，等会儿啊，你老问这事儿干嘛？啊，你干嘛？我关心上司呀。这案子你要是让我破，到时候好把东西给你呀，对不对？哎，贵重啊！办公室我能搁什么贵重的东西？行，跟我藏着掖着啊！我跟你说，要是我破了这个案子，找着这东西我也不给你。跟我来这一套，这不是啊？不是我问你，你真犯不上为一小妓女这么玩命？不是你作为一执法者，怎么能这么说话呢？我告诉你，顾局长，哪条得开你会啊？你现在有问题。行，你厉害，我惹不起你。您一根筋，谁碰上谁倒霉啊！局长，干什么呀？局长，你赶紧回去看看。干什么呀？
有2个人呢，都说自己是小翠花的亲属，这在门口打起来了。听见没有？下回站好了，脚别崴了。是他现在。小子，你就折腾啊，有你累的时候。最新动态，警局突然改口否认有小翠花遗物的存在。在该案原经办人赵光瑞巡长因公牺牲后，接替其办案的田探长矢口否认有该遗物的存在。在记者的再三追问下，该探长恼羞成怒，便悍然将其扣留数小时。后经报馆的多次派员协商讨要，并告知如不放人，将采取法律手段。力争新闻之自由之权利，才勉强放人。记者后方探寻有关人士，突然集体封口，顾左右而言他，似有难言之隐。怎么样？明天我再写一篇，探长进报馆，软硬兼施，企图封口。哎，这几篇报纸绝对可以把事件推向高潮了。高，的确是高啊。平时推这些小明星啊，都是这个套路，先挑事儿，再否认，然后声明是个误会。如果给我们报馆的酬劳客观的话，我们还可以再自我检讨一下嘛。老套路玩熟了，闭着眼都能玩。等不了你了，开庭通知到了。开庭前你能不能再跟他聊聊？我希望他不要放弃，为自己争取权利。我一接到通知就去找他，可是他们说他病了。病了？我已经把情况告诉法院，想要求推迟开庭，可是他们说未获批准。这是悍然的违法。这个案子从头到尾不都是这样吗？这屋子有过变动吗？没有。跟阿华当时是一样的。春夏秋冬，人就跟四季一样，轮流坐庄的。老鸨子，请您明天一定要替何如氏出庭作证啊！放心吧，少不得我的。那我就先在这儿谢过你了。哎，你这字写的不错，特别好。天灵灵，地灵灵，天王老子快显灵，保佑好人有好报，保佑小爷挺身赢啊！干什么呢？跳大绳呢，在这儿。自娱自乐，自我放松嘛。哎，老田，问你个问题啊，你在遇到麻烦的时候，心慌吗？恐惧吗？经常的。那你怎么排解？我跟你讲啊，人到逼到绝境的时候，必须拼死一搏的时候，你就没有畏惧感。说得好啊！来，给我来一杯。再来一杯。我要喝酒，我要睡觉。对，我跟你讲，我心情特别愉快。为什么？全都拍干净了。嘿嘿，呀，忘洗手了，不是，我洗下手。现在宣布，本案开庭。何氏如氏，女，现年25岁，苏州籍贯，于民国20年5月6日夜，在4马路兰香书寓涉嫌毒杀兰香书寓女校生阿玉，本名李香兰，以及客人刘子昭先生。该行为十分恶劣，触犯了中华民国刑法第21章杀人罪。现在，
向主审官出具与本案有关的现场采集的证物、证据和照片。呈上。审判长，我想提问。检察官，请问仅凭何如是当晚与死者接触过的人，你就可以认定他一定就是凶手吗？我们在何如是所送的煲汤碗中发现了毒药山奈甲的遗留物。请问山奈甲是什么？山奈甲又名氰化钾，是剧毒毒药，人体接触2分钟左右就可以死亡。何如是，你知道山奈甲是什么吗？那你知道什么是砒霜？当然知道，砒霜谁不知道啊？但是我没下过毒。那你知道在上海什么地方可以买到这些化学药物？你知道吗？我想，应该不会是在菜市场吧？何如是，我想问你的是，你和阿玉是什么关系？阿玉是我的好姐妹，她曾经帮过我，我非常感激她。那死者刘子昭先生又是何人？他是阿玉的恩客，也是他的相好的，他要娶阿玉。那你会杀死他们吗？我为什么要杀死他们？反对，反对，主审官，我反对对方律师对被告进行诱导。反对有效。我为什么要害一个我的好姐妹，一个曾经在我最难的时候帮过我的人？何如是，你在撒谎，你没有说实话。我反对，检察官正在用另外一种方式诱导我的当事人。反对无效。何如是，你口口声声说阿玉是你的恩人，是你的好友，但是你却没有说出你曾经几次引诱过刘子昭先生，并且对其进行纠缠。你说谎，这是污蔑！在被刘子昭先生断然拒绝言辞检问后，你仍然跑到刘子昭先生的寓所以及大同洋行，无理取闹，纠缠不放。你在撒谎，你没有说实话。另外，你和死者阿玉之间的关系也并没有你所说的那么好。相反，就在阿玉选花魁时，突遇疯子闹事，你近在咫尺，却突然一个人跑出去，把阿玉一个人扔在了险地。阿玉，阿玉，哎，那是阿玉。阿玉对此十分气愤，曾指出你对他选中花国副总统一事心怀妒忌。为此，你们还大吵了一架。可有此事？有啊，我们的确是吵过一架，但事实并不是像你所说的那个样子。我真不知道是谁跟你说的这件事儿。那天根本就不是我先走的。请回答我。是因为阿玉已经被人护送走了，我才出去的，而且那……你只需要回答我，你们俩有没有吵过架？有还是没有？主审官，我问完了。检察官，我觉得如果一个检察官像老鸨子似的，讲一些与法律和逻辑相违背的话，是很让人鄙视的。我反对，这是公然的藐视法庭，是对我的人身攻击。反对有效。但愿你不是那样的检察官。你看，你不让别人说完话，就会是这样的结果。你我之间现在就是在争论。这样的事，如果按照一些心底阴暗的人看来，就叫吵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你我之间会产生杀意，对吗？你大概不会就此认为，仅仅因为一个争执，我对你就会起了杀意。反对如此比较。对方律师，你我都是受过法律教育的人，都是有文化的人。我想，我们与他们是不一样的。他们是什么人？难道在法律面前，人还要分3、6、9等吗？那人人平等、公平正义又如何实现？我反对，这是与案件审理无关的诡辩。反对有效。好。说到山奈甲，
也就是氰化钾。我想请问的是，这么特殊的化学药物，普通国人又有几个人能知道？即使知道，又如何能买到？何如是，你了解它是什么吗？反对，这是诱导。反对有效。检察官，对山奈甲是何如是从何时何地购买的这一重要环节，我希望你能够有合情合理且具有说服力的举证。我这里有永安公司所属的化学品店店铺阿水的证词，他可以证明何如是曾经在他的店铺购买过该化学药品。呈上。那天下午，这个女的到我们那里买山奈甲，她当时看起来像个学生，说是买去在学校搞实验用。我想请问你的是，当时她买了多少？10克。你记得她当时穿了什么衣服吗？好像是学生装。具体描述？我记不太清了。那你能看清她的容貌吗？嗯。你确定？确定。那我问你，一个人的脸大还是身体大？我反对，这是对我证人的诱导以及侮辱。反对有效。请辩护人不要偏离本案内容。审判长，我没有偏离本案内容。我现在非常搞不清楚，他可以看清我委托人的面容，却看不清他穿的衣服。我觉得这根本不合逻辑。我反对，这是对我证人的诱导。我的证人又不是裁缝，他没有盯着女人衣服看的习惯。你知道做伪证的后果吗？你好好的看着他，你确定他在什么时候穿着什么衣服，到你那买了什么？你必须很清楚的告诉我，这是在法庭，不可以有戏言。你在这里必须是一个有良知、不撒谎的人。我忘了，记不清了。我问完了。何如是，你是否在私下曾经说过想要杀了刘子昭先生的话？有还是没有？如果那个刘大少要是敢辜负了阿玉，我就杀了他。说了，但事实是我本来是想，我是想帮阿玉说话的。那么告诉我，你有没有单独的去找过刘子昭先生？有，我是替阿玉去的。朱审官，上述事实嫌疑人均已承认，他已构成证据链中的相关部分。审判长，我请求传唤我的证人。准许。她们姐妹关系很好的，何如是阿玉介绍来的，她怎么可能害阿玉呢？何如是当天下午和阿玉有没有过激烈的争吵？小姐妹之间吵架那是常有的事情，彼此之间是不记仇的。我问的话，你只需要回答有或者没有。哎呦，那只要讲是或者不是，那还是把事情讲不清楚的呀。那把事情讲不清楚，要我来做什么呀？当天晚上那包有毒的汤是不是何如是端上去的？那汤怎么会有毒呢？再说了，汤也不是他煲的呀。小翠花，小翠花，死丫头，又疯到哪儿去了？他根本就不会煲汤，这煲汤啊是个手艺活的。审判长，我这里有一份化验报告，这份报告很清楚地写着，那包汤的器皿上的确有山奈甲的遗留。审判长，我想提问。准许。我想请问的是，谁是第一个从案发屋中出来的？谁是第一个看到受害人的？小翠花呀。你确定？哎呦，这有什么确定不确定的？那本来就是那么回事嘛。当时小翠花吓得从楼上跑下来，哇，一直在嚷嚷，脸色都吓白了。哎呀，天哪！你们是没有看到啊？当时她脸吓得惨白惨白的，比死人的脸都难看哎。
那我想问的是，何如是当时在做什么？他当时倒在那里晕过去了，对吧？那他手中那包汤呢？我反对，我反对对方辩护律师对证人进行恶意的诱导。审判长，我只是在问案情非常重要的细节。反对无效。那你可不可以再次告诉我，何如是昏倒的位置在什么地方？门口啊。具体位置？哦，就是在门槛那地方，一个脚在里头，一个脚在外头。好，那包汤在什么地方？当时人都倒了，那盘子碗都洒了一地，自然汤也就洒了呀。好，谢谢。也就是说，可以确认那包汤根本没有被被害人喝下去。换句话说，何若是所谓用毒汤杀人的事实依据根本不成立。这是诡辩。一个从事下等卖淫生意的长三阿姐，一个不知羞耻拉着皮肉买卖的老鸨子所说的话，是不具备可信度的，因为在他们的人格和道德上是有缺陷的。哎，你怎么讲话呢？兰香书寓怎么是下等的？哎，你晓得吧？只要叫书寓的地方，那都是高级的厂子。先生，以后你要有时间到我们那里去坐坐就知道了。我们的姑娘都是很有修养的，个个是琴棋书画，样样都精通的。不知礼义廉耻的人是没有信义可言的，又从何讲信义呢？作为法律的实践者、工作者，理应明白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高贵与卑贱之分的原则。一个人所从事的职业与他的生存状态和社会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如果说他从事了违反当下社会主流价值的职业或者生存方式，那必有他的深层原因。如果这个社会是纯洁的，就不会有所谓卑贱的事情存在。你所谓的高尚者，也会有卑贱的行为，而卑贱者也会有高尚的情操。所以，这高尚与卑贱，就看是谁来定义了。你这是具有煽动情节的有伤风化的言论。请控辩双方都回到与本案有关的话题。好。审判长，请允许我出示一份警官的证据。从图中明确可以看到何如是昏倒的位置与盛汤器皿所跌落的位置，进一步可以证明，即使那确实是所谓含有剧毒的汤，也已然在何如是跌倒的时候就已经洒了，所以根本不可能被被害人食用。呈上。田探长，你敢保证你所绘制的草图器皿掉落的位置都是正确的吗？当然，这是我的工作，而且在图上还有当时联合办案的赵巡长的签字。但是他已经不在了。反对，这是对证人一个公职人员无端的怀疑，而且这是对警察的肆意构陷。反对有效。好，针对刚刚的话我道歉。但是田探长，您是认为那个掉在地上的器皿可以证明被害人没有喝了那包有毒的汤？那么我可不可以认为是被害人先喝了有毒的汤之后，器皿才滑落在地上？从煲汤的器皿落在地下的位置可以判断出坠落的方向，这个可以通过根据现场的反复模拟实验得到论证。但是你也认为还是会有很多种可能性。但是有一点可以证明，煲汤中事先没有被投放山奈甲，而是事后被别有用心的人涂抹上去的。你这样的猜测又有何依据呢？检署方，山奈甲是一种剧毒，吸入、食入或者是皮肤接触都有可能中毒。那么投放者在没有做好安全隔离的情况下，是根本无法投放。很显然，被告人不可能有机会，也不可能完成。人都可以毒死，还有什么不可能？检署方是否坚信，煲汤中事先被投放了山奈甲，而毒死了被害人？是。告诉你一个科学知识：山奈甲溶于水中会失去毒性，也就是说，煲汤中的山奈甲根本起不到毒死被害人的作用。
那么就是说，检述方坚信的推断被推翻了。肃静。就是嘛，如是平时走路啊，连个蚂蚁都舍不得踩的，怎么会杀人呢？你在说什么？我在问你，你在说什么？这里岂是你可以肆意而胡说八道的地方？法官大人，鉴于有人扰乱法庭秩序，我请求暂停庭审。反对，这根本构不成扰乱法庭秩序，是检诉方有意歪曲事实，制造继续庭审的障碍。反对无效，本案暂时休庭，下次开庭时间书面通知控辩双方。现在休庭。这是明显的偏袒行为，我抗议。来，让我说两句。如是，我们还是有很大机会赢得胜诉的。你刚刚看到，其实我们今天已经打败他们了，他们再拖延下去是没有用的。你要相信我，相信法律。何如是，一个人可以被打倒，但绝不能自己先跪下。年轻人，你在爬一堵正在倒塌的墙，你爬得再努力，也会和它一起倒下去的。你呀，在拿你的前途做筹码，你在浪费本该你拥有的良好机会啊！你在表演给自己看，你觉得很精彩，啊？但是其他人觉得很滑稽。我真诚的觉得，你可以再三考虑一下。休庭了，看起来又一个优秀的律师就要产生了。看吧，这就是咱们律师界的老大给我下了最后通牒。放下屠刀，回头是岸，还有机会。这句话你应该跟他们说去。我也没讲什么呀，怎么就扰乱法庭了呢？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哎，你说为什么检方派过来这么个货啊？没有技术含量。因为傲慢，权力的傲慢。他们认为可以给一个女孩子随便就安上一个罪名，没想到遇到我们这样的对手。就是那个人好受头的。你呀，也要注意安全，他们不会这么认输的。在这个地界上呀，除了你们警察局的人我不敢惹，其他的人啊我都挺熟的，不怕的。还是小心点好，未来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这个70、60。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当年阮玲玉、陈艳艳他们，那可都是围着我转的。没有我的妙手生花之笔，他们不可能有今天。那你可以帮我进明星、联华、天一这样的电影公司吗？当然可以了。走开，干什么呢？有点不像话了啊！就是他，兄弟们，狠狠地打！误会！
的呀？误会，误会啊，完全是误会。好，那你说怎么赔偿我们兄弟吧？啊，闪电撕裂了大地的沉默，心中冲破了迷雾的封锁，在这暴雨将至的时刻，是谁诉说人间的脆弱？脆弱，前路铺满着命运的坎坷，命运暗藏着前路的荧光。在这暴雨将至的时刻，是谁吟唱人间的悲歌？悲歌，想你想得阴晴圆缺，爱你爱得悲欢离合，直到雨后那阑珊灯火化作我梦中的对酒当歌。想你想得阴晴圆缺，爱你爱得悲欢离合，直到雨后那阑珊灯火化作我梦中的对酒当歌。想你想得壮怀激烈，爱你爱得上下求索。